掌声有请，有请。男嘉宾阿超27岁，来自山东，是一名销售；女嘉宾小鱼29岁，来自江西，是一名培训师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主持人好，欢迎两位哈，谢谢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啊。实际这是一个悬崖边缘的婚姻，我这么理解对吗？对。男生是想放弃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女生还想挽回，是吧？对。孩子是8个月，对吗？对。啊，男孩女孩？女孩。第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，女生想挽留这段婚姻，是因为女儿，还是因为还爱这个男人？我觉得2方面的因素都有吧。男生，今天要来，意味着什么？我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能解决我心中的这些困惑。好，我们2个认识是因为通过一次这个聚会，一段时间之后，那我就因为工作方面的关系跑到国外去了。跑到国外去了之后呢，他让我回来，给我打了好多电话，就是我觉得挺感动的，我也回来了，我们就把婚结了。之后他是跟我一起去国外了，在国外期间我们2个吵过1次架，是因为我跟客户去吃了一顿海鲜，他说价格太贵了。因为刚开始去那边嘛，收入各方面都不是很稳定，吃一顿海鲜花好几千块钱，我心里还是蛮心疼的。回去之后我就一直在说他嘛，说他很不高兴，他就说那我们不合适，然后我们就离婚算了。把孩子打掉，那是第1次跟我提离婚。那个时候的孩子的话才2个多月，这算是气话吧？确实算是气话。如果说那样就离开了，可能有点可惜。但是后来的矛盾就越堆越大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后来发生了什么？因为我们走的是商务签嘛，我只能在国外待3个月。待3个月之后呢，我就回国内待产了嘛。然后矛盾的引爆点又是说，我回国待产之后，到了8个多月吧，他也从国外回来了，然后我就说生完宝宝之后你再去国外这样子。后来这段期间他也答应我了。然后他就玩游戏嘛，花了蛮多钱的。然后我那一次我们又吵了一架。但是好像他没有提离婚。等于在你孕期8个月的时候，对，先生从国外回来，我回来，他说你不要工作了，陪我。其实我那时候跟他说，我说后面的话，如果说我不工作了，我们的婚姻可能会出现问题，因为这个经济来源一旦断了很麻烦。他说没事，等他生完这个孩子之后吧，第2天我记得是。然后因为一件小事儿，就是我内心就憋不住了。什么事儿？就是因为换尿布的事儿。他母亲说用纱布，我觉得用一次性的，我把那个纱布就扔到垃圾桶了。他妈就觉得不同意嘛，我内心是不愿意的，因为还在医院嘛，我就坐到外边去了呗。坐到外边去之后，他一直给我发微信，就说对我妈尊重一点。对，我当时我这里打断一下，因为他对我母亲的态度非常不好，出言不逊，我们就在微信上吵起来了。吵起来我就按耐不住，之后的话就是把我哥啊，然后把他父母啊都叫过来了。后来他又跟我提了离婚，这是第2次。一场尿不湿引发的风波，事儿搞得很大是吧？我父母那边呢，原来是想在那边可能多待一段时间。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呢，就回北方了。然后呢，我在他家那边待了大概1个多星期，我也就回到了北方。回到了北方，我想去转型做一个销售的工作。然后在转型期间呢，我问他想不想来北方。他说北方我是不会去的。没有，期间其实还发生过一些事，就是在他母亲来我家的这一段时间，因为我跟宝宝出生嘛，然后他母亲带了一些钱给宝宝。其实他母亲这个钱没有给到我，就是给到他了，但是他没有跟我说。然后他还继续跟我说他没有钱，然后我又给到钱给他，让他去北方发展吧，这样子。我要解释一点，就是说我母亲给的那个钱，因为包括他家给的所有的钱，我都交到他手里了。我手里如果说我不拿我母亲那个钱，我是没办法出去的，是这样吗？然后他母亲来之后，那个钱是给到他了，没有给到我。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清楚啊。对。是给到他。婆婆来之前有没有给你打钱？给了。给了。对。婆婆来了之后又给了一笔钱，但是她没给你。对，给他。这个事儿其实后来我不跟他说，他根本不知道的。等于就在女儿出生一个礼拜之后，你带着母亲和妻子给你的钱又去北方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件事情我们就摆在这儿了。OK。下面我就特别问一句哈，两位现在的经济状况怎么样？因为我上班了嘛，孩子的费用、我妈的费用、孩子看病的费用、孩子的奶粉，全部是我一个人负责。是你，先生呢？基本上底薪是非常低的，大概就是2000多块钱。
不是他去北方了吗？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是也是去了，他说的就是我很。所以接下来我这个问题我要问你们俩啊，我大概还有3个问题，我就不问完了，让我们老师他们看怎么去解决啊。我第一个问题是一共通的问题，既然双方的前男友和前女友都那么好，当初为什么分开？就是因为我跟他谈了很多年，然后的话他人不在中国。在国外还在读书读博吧，可能我这一边也不想继续再等他了。是因为他不娶你？对。男生，你跟前女友就自己不够优秀，自己脾气不好，或者自己不够努力。我再直接问吧，谁踹的谁？人家踹的我。啊。第2个问题，女生给3个你还想要这个？是从孩子出生这么久，他基本上就是没有照看过的，一直都是我在照顾。男生，我问一下哈。孩子如果真的跟你，实际是跟你父母对吧？不是，我在我老家，哪怕是少赚一点，我要给我女儿足够的爱。哦，那为什么不能现在就你们2个一起去回你的老家？虽然你们挣的少一点，但是不是一家人还团圆吗？这个解决方案，你们在你们的这个婚姻方案里面提到过或者设计过吗？女生有过吗？因为在他家发生了挺多不开心的，然后有一次我就是钱包也没有带，手机也没有带，然后在车上他就跟我说要跟我离婚，然后我就一气之下我就下车了，然后我抱着孩子，我不知道去哪里，手机也没带，钱包也没带，然后的话我不想再这样了，我连他家在哪里我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不会去北方。啊，这事我向他道歉，因为那个时候，是我这么问你吧。如果他愿意带着女儿跟你一起回到你的家乡去生活，你们可能挣得少一点，你还愿意要这段婚姻吗？我肯定会要这段婚姻的。肯定会要。女生是一定打死不会去他家的，你害怕如果在那个地方你受到了欺负的话，就更加无依无靠了，是吗？对，没有任何人帮助我，然后我跟他吵架，他妈妈，我在那哭，我就说我想离婚，但是不知道孩子怎么办，他妈妈就说不要哭了，很大的声音跟我吼。跟我说不要哭了啊！我不想再这样了。那他母亲有没有说到解决方案是什么呢？当你说到要离婚的时候，他母亲就说叫我不要离婚，他不是不给钱给我跟孩子吗？他妈妈给，但是事实上他妈妈就一直都没有给，就是他妈说到的很多话，其实一个都没有做到。他从去年的9月份到现在没有给过我1分钱，也没有给过孩子1分钱，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家庭在支出。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累，不仅这样子，就在这一段期间，我还是不断的给他钱，不是他给我钱。好了，所以为什么还要这个婚姻呢？可能就是害怕吧，觉得离了婚不好，因为我的整个家族基本上也是很多人离异的。然后看到他们的宝宝。非常非常的不开心，然后孩子也不愿意回家。我觉得他们就是我那些亲戚的孩子，我就很可怜，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走他们的老路。好，我要问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了，剩下的我们来交给我们的3位老师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士，其实你的感受都是对的。他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感情和爱在你身上。我知道，如果他对我有爱，他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网上约人吃饭，跟人聊天，然后还跟前女友说我的坏话，跟他的同事朋友。手段，但生活才是目的。你明明知道，其实在一开始你们就不适合，但你为了迅速的把自己快速的嫁出去，你还是选择跟他结婚。你可能觉得生了孩子之后，把孩子也当成一种手段，能够挽回一个男人的心，让他把心停靠在家里。但事实上你是错的。我为什么说你们俩不适合在一起？主要是因为男人。我觉得男生太虚伪。你别看他上台之后特别的礼貌，你别看他在跟你的描述过程当中，数次的都说我好像想负责任，我特别想要孩子，我会独自把他带大。我认为这都是虚伪，这不可能。你说这些话，你自己内心都不相信。为什么？你说了多少次分手、离婚？你说了4、5次不下。孩子刚刚生下来才1个星期，
所有的男人都还沉浸在做父亲的愉悦当中，你依然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其实我是想，如果你能够改变那些坏毛病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有希望。但是如果你还是这个样子，可能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接受。其实我真的过得很累，所有家庭的重担都是我一个人在承受，我觉得我有点支撑不下去了。我觉得我们俩其实聚在一起不容易，不论怎么着，我也是非常感谢能遇到你，有所成长，然后遇到你，我内心是非常开心的。我对萌萌的爱也是真的，我对你的爱也是真的。请回吧，两位。来，请关门啊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F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巨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我们来看一看，他们在这个现场此刻做出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。请，是他们的浪漫吧，各位请见证。手太凉了，换一下。以后会好好对你，好吧？我不会说这些话，好好生活。以前说我不对，好吧？都会好好起来。好。来亮灯吧。把孩子打掉是你说的，对吧？是我说的。离婚是你说的。说过。不给孩子抚养费是你说的。是我说的。所以我特别想不明白，像你这样一个如此优雅、有礼貌、对孩子那么亲昵的人，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？我拜托你活得真实一点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其实我是涂磊老师的那个粉丝，关注他好多年了。你做好你的妈妈吧。回吧。行，谢谢老师。